老王爷，这是写错了什么字吗？你别看平经平常大大咧咧的，他心细着呢。刚才这字万里有些悬浮，若是让这孩子看见，他又要多想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您可写得慢点儿，多写2天也没问题，啊？在下刚刚回京不久，这府里都是些随便采买的陈茶，还请大人勿怪。小侯爷，我既然亲自登门，你我说话就不要绕弯子了。坦白讲，小侯爷通报的消息，老夫十分看重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我又凭什么要相信你只是效忠陛下的诚意，而不是替长林府来打探朝臣的底细呢？大人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袁琦想请问一句，我大梁虽然忠臣无数，但陛下年少，王府势大，人心必然浮动。一旦长林王府起了二心，真正会为了陛下而不顾一切的人，恐怕就只有太后娘娘和荀大人您了，对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人先请坐。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的？当然是濮阳英死的那天。当年金陵城那场疫灾，正可谓是尸骨如山。我若是对娘娘和大人真有恶意，只需要当时便把这2件东西面呈给先帝。大人想想看，结果会怎样？太后娘娘和大人一旦被扳倒了，就算陛下仍然能够顺利登基，但他此时掌握在老王爷手中，那绝对是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。请问大人，如果我真的一心为长林王府效力，手中握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我会不交给他们，而平白错过吗？既然你口口声声的说是对我和娘娘心怀好意，那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精心的留到现在呢？因为诚心2字，从嘴里说出来总是轻飘飘的，没点实在的东西，谁信呢？大人，您信吗？
王爷今日居然会主动的派人请我来，倒是稀奇呀。不瞒李兄讲，平京接下来需要我在京城替他安排很多事情，我是怕一旦我精气神不足，别耽误了这孩子。哎，明白明白，绝不勉强。好了，你也歇着吧。看官，给大家写。听，哎呦，这不是小侯爷吗？侯爷，二位，有日子没见了，走吧，咱们2楼小酌2杯。今日不得方便，改日。改日我请二位。别啊，走吧，就今天了。今日真的。大伯父，记住，这封信要亲自交到平京的手上，不能转经他人之手。大伯父放心，缘起一定日夜兼程，途中绝不耽搁。倒不用日夜兼程那么赶，长途行路还是不要太过劳累为好。缘起如今身体强健，走这一趟累不着的。想当年伯父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那也是日行千里，毫无倦意呀。缘起怎敢跟大伯父当年相比啊？告诉平京，我等他的捷报。是。缘起告辞。大人小心些，我这可是冒险开封，这信还得送到甘州去呢。他们父子竟然商量的这么精细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应对的办法？说是萧平京有大动作，但他毕竟还没有开始，又能怎么应对？总不能派人告诉大约康王，说长林军正挖了个坑等着他跳吧？这通敌叛国，当然不行。
这话说回来，如果真能斩落黄蜀军主力，于我大梁而言，倒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大人，何不就随他去呢？上次小侯爷说起朝政是头头是道，老夫现在如此忧急，难道你真的就不明白是为什么？承蒙大人如此夸奖，那缘起就猜猜。长林王在京辅政，萧平京在外掌兵，军政联手，内呼外应，这本就是一个难破的死局。可为何朝堂之上看起来倒还算是安稳呢？我想，萧平章一死，长林府在朝中的势力至少减了一半。萧平京虽然也时有参战，得了些军功，但其威望比之父兄，实有云泥之别。小侯爷说的不错，少主在朝得以安稳，主要是他们父子看起来内外呼应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。你我都知道，他们只是现在做不到。安如，这么晚了，怎么在这儿站着？堂兄，我听沈娘说你病重，连床都起不来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病早就好了，我装的。啊？装的？这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装病啊？我不想待在宫里了。这族中的女孩，太后娘娘最喜欢你，接你进宫也是宠爱之意，为什么不愿意去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不惯拘束罢了。永远也长不大，就觉得待在家里自在是吧？行了，赶紧跟叔父沈娘请安，早点回去睡觉。叔父在书房待客呢。待客？嗯。这个时候，回函中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萧平京想必早就已经把北境各营都安排得差不多了。若是他真能将敌国主力斩落马下，自己又能全身而退的话，大人想想，这大梁的朝局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一战的声威，足以让萧平京在声望上直追他的父兄。若北境再无战事的牵连，大批人马说走就能拉回，到时只怕朝野上下可就真的要看长林王府的脸色了。不单这朝野上下，连陛下将来要不要看眼色，只怕都是未知之数。但我觉得，长林父子之所以私下里通信，还是对国丧期有所顾忌。但是他们既然已经决定起兵，想必早就把借口都已经想好了。就说是大鱼先行挑衅，这攻守之间的分寸，他难以掌握。那咱们就请陛下下一道明旨，明令四境各军只许抵御，不许出城，不许寻衅，不许联营，更不许扩大战事。等这道明晃晃的圣旨摆在萧平京的面前，他要么依旨行事，要么担下这抗旨不遵、丧期逾制的大罪。除此之外，他没有第3条路可选。大统领，您怎么来了？
我来给叔父请安。老爷吩咐不让人进书房打扰。是有客人来访。小的不知。哎，大统领，走开！大统领，您不能进啊！飞展，怎么了？叔父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，不能让我看见？没有啊，就叔父一个人呐。那刚才的门声又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风吧？哦，是飞展多疑了。叔父，早些休息。侯爷，一切准备妥当，该出发了。何成，你本是官家出身，因罪数变，跟随我，是为了能到这帝都出人头地的。可是刚到金陵，不过短短数日便要离开，心中可否有些不甘呢？属下虽没有侯爷这般目光远大，但也知今日的离开，是为了他日的返回。说得好。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你。谢谢你。在大禹时，我答应过你，回甘州之后应该坐下来，你我之间好好的谈一谈。但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我却一直都不能来见你。你军务那么繁忙，这个我知道。
朕不明白，先帝在位时，黄伯父就主理军务，行事自然有他的习惯。他认为朕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禀报，为什么要特意追问？先帝不问，那是他心里有数。陛下若是再不问，那可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陛下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老王爷不愿意让陛下知道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可是北境战事这么大的举动，老王爷在朝堂上竟然只字不提。内阁如果就此容忍，一言不发，可是对先帝有负，也是对陛下有失本职了。黄伯父一向之礼，所谓北境有大动作，是不是舅舅多心了？如果陛下不信，可以按老臣刚才的提议，旁敲侧击地问一下，长林老王爷说没说实话，不就了然了吗？陛下骑射已能上马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黄伯父坐。谢陛下。黄伯父，朕看了今日的兵部简报，有一事不明，想向您请教。陛下请讲。先帝丧妻，按理应闭国自守，不见血光，不动刀兵，方为敬也。可为何近日来给北境的军资粮草，反而比平日多了30%呢？陛下，这是兵部特意上奏的。朕问过兵部尚书，他似乎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黄伯父自己安排的。朕是不是不该问了？陛下执掌江山，但凡国事，没有什么不该问的。我大梁周边强邻环伺，各国情势都有不同。先帝驾崩，陛下毕竟年少，这在外邦看来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可乘之机。故而边境之危，需更加警觉。陛下想想，我不犯人，但是人若犯我，我大梁该当如何呢？黄伯父的意思是，您近来针对北境的所有安排，都是为了防备？是。高福，陛下，朕再去试试。是。老王爷，老王爷执掌军政，边境粮草调拨，从未逾越编制。陛下为何有此疑问？边境安，京城则安。这荀大人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母后，怎么样？哀家和你舅舅说的没错吧？老王爷敷衍内阁倒也罢了，陛下亲自开口，他竟然这么随意的推搪，可见在他眼里，皇儿依然是个无需在意的孩子罢了。别的不说，单说以前对先帝，难道他也敢这样不成？母后不能这么说。
强敌在外，需要戒备。黄伯父说的也有道理。新君登基，比平日里警觉，这没有错。但是微臣以为，北境这件事情，并不那么简单呐。先不说长林老王爷的决定对与错，毕竟事关国运，他为什么就不能拿到朝堂上，让众臣商议，让陛下来圣裁呢？就是啊，华儿可算是明白了吧？老王爷就是仗着先帝时的惯例，一手掌控军务。他不肯把这件事情回禀给你，你就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。权臣独大，就是这样的局面。华儿难道还不肯警醒吗？那内阁有何建议？老王爷，您是说平京想要？对。平京的计划一旦成功，最后一定是一场大战。若此事不向内阁通报，我实在担心长林军为国御敌，最后会反受牵连。且不论军情机密了，单说这边境兵祸之苦，京城朝堂之上，有几个人能够感同身受？不是我父子傲慢跋扈，如果此事放到朝堂上，必定是各不相让，难下决断。我若是顶住了，这专权的骂名怕是逃不脱了。若是顶不住，北境100年难遇的时机，怕是稍纵即逝。要是此战获胜，国泰民安，哪怕以后洪水滔天，那也是值得的。老王爷，内阁的形势确实是有，就不能暗中禀明陛下吗？眼下的局面，一边是国之效力，一边是天赐良机，真是两难割舍。我以奔古稀，戎马一生，算得上是饱经沧桑，但是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，仍不免感到心事重重，郁郁难言。陛下还不满14岁，初登大位，刚刚脱去一脸稚气，就把这两难之境交给他，让他来承担吗？老王爷，您对陛下是真心疼爱。你是天子近臣，是陛下最靠得住的人。我之所以把这些提前告诉你，是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判断。只要你的心稳住了，对陛下来说，绝不是什么坏事。老王爷，非臣铭记于心。朕还是觉得，应该和黄伯父当面谈谈。父皇临终前特意叮嘱，要礼敬王伯，
这样瞒着他颁发旨意，终究有些不妥。正是因为要礼敬长林王，所以才没有当面跟他谈呢。为什么？老王爷生性固执，以前跟先帝意见不合时，都不肯轻易让步，何况陛下？老王爷独断军机已经成为习惯了，若陛下所言他就是不听，陛下能够强行颁旨吗？那样不是更伤长林王的颜面吗？就是啊，皇儿，你想想，长林王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近来气色又不好，他是先帝的兄长，素来恩义深厚，虽说君臣为大，可皇儿毕竟是他的晚辈，万一意见不合起了冲突，把老王爷给气病了，那岂不是更不妥？是啊，先帝刚走不满1年，皇伯父要是再有什么不虞之事，真实在难以心安。国丧孝礼关系到天下之重，但是又要考虑到老王爷的颜面，所以思来想去啊，这就是最好的主意了。皇伯父奉旨辅政，符节令要是用印，总要通知他吧。陛下可以传召符节令入宫开席，不经前朝，当面下旨命少妇禁言，之后朝歌归党，颁布四方，那就是舅舅操心的事了。信使前来复命。元启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辛苦了。元启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你先去歇息吧。我刚才仔细想了想，接到大伯父手书之后，我片刻未敢离身，就算是晚上睡觉，我都是带在身边的，实在想不出，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打开过？会不会是大鱼的谍探使了什么手段？你离开京城的日子，自己都是头一天才知道。一路上脚程又紧，丝毫没有耽搁过。大鱼的谍探就是再厉害，到底是从异国混进来的，肯定做不到这种程度。都怪我，都怪我粗心愚钝，把事情办砸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到现在我也看不出，这风口到底怎么了。这手法确实不错，也难怪你看不出来。坐吧。我倒是觉得，很可能在你离开京城之前，这封信就已经被打开了。那这要紧吗？
还有什么弥补的办法吗？好在父王在信里也没有写到太多细节，倒也不会影响贤妻战士，总算不是最坏的局面。末将就不明白了，不管这事是谁干的，他偷偷把信打开看了一下，之后又能干什么呢？有个人曾经说过，当你不知道敌人的剑来自何处，又射向何方时，你首先要想的，就是自己的要害在什么地方。就此事而言，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，而是我们最怕他们干什么。前往四境宣旨的使臣，今日便可出京。长陵王暂时也没有察觉。啊，咱们终于可以小小的松一口气了。兄长，兄长，真的能够松一口气了。兄长此言何意？微臣在想，明日京城的旨意就要发往北境，我们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来人，都清，有诏。在。二公子，我想好了，先挑几个机灵的人，凡是能从京城通往北境的关口要道，全都给我守着。只要发现任何像是朝廷派来北境的人，立刻通过附近的各房传报给我。是。哀家不明白了，兄长还在忧虑什么？无论萧平京是如何莽撞之人，明旨一出，便如同覆水难收。难道他还敢当面抗旨不成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无法无天，那北境的军将也是我朝廷的武臣。先帝才走了多久，我皇家指令就无人愿意遵从了吗？就算是当面抗旨，也要宣旨的使臣见到萧平京的面才行吧。况且，北境是长林军的地方，如果他们随便的挖个坑，使个绊子，把圣旨随便在什么地方困上几天，之后再矢口否认，到那个时候，可是谁也讲不清楚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道旨意太重要了，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呐。兄长是想亲自前往北境？现在是关键的时刻，绝对不容有失。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，宇宙疯狂。林间月明看层峦叠嶂，汉教军鼓掌，营前一卷平冈。烈酒
何时不勇往？青丝雨，凭血浪，谁也都说兴亡。患难而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悲凉？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烽烟。